京东好物来加码，破案神速又潇洒。本节目由首次冠名大侦探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零蔗糖好酸奶，探案更出彩。感谢新一代健康酸奶 AMX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兴趣相投就来 Soul， 探案剧情聊不够。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ul APP 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节目同款实景独家原创密室体验，尽在 MCT。S 星球遭恶意入侵，请乔侦探探查情况，解决危机。有了。自在互动不孤单，Soul APP，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大侦探规则升级，奢侈侦探排名榜。本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京东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京东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90年代的 H 市，世界的大都会，也是很多外来客的梦工厂。今天是新晋糖水大王真有料第100家糖水铺的开业剪彩仪式，吸引了众多目光。荣副总 ，Hello Emily，How are you？ Fine， 你怎么来的这么早呀？对啊，今天不是开业吗？对，我就想先来看看。好，真在里边吗？我敲门叫他一下。哎，我们今天是12点08分开业是吗？对，但他每天11点半都会在里边的。哦，现在还没到时间，要不我们再等一等？好吧，啊，你今天很 beautiful 啊。谢谢。好浮夸的背景音乐，我以为谁出场了呢？这就是预算。为什么我们女生出场都有 BGM 啊？请问？别客气，别客气，该吃吃，该喝喝。真的是一个吉祥的日子啊！吉祥。哎，您家里边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我家里，那个。有什么事？哦，这是 fashion， 我是对从国外回来的嘛，就是我比较喜欢注重自己的礼仪。对。哦。对。哎，好像 Emily， 你是选美冠军对不对？对，我们市的选美冠军。要不然请他先给我们大家唱一首好不好？好呀，好不好？好。其实选美冠军靠的并不是歌声。哎，来吧。
真有料呢？你们怎么在这儿？弟弟，你怎么来了？我来找真有料。你是怎么了？腋下的毛扎着你了，还是怎么样？是演生气。哎，甭。哎，这首歌别停，别停！怎么？哎，你既然来了，你来给大家唱一首吧。你觉得我现在是要唱歌的心情吗？来都来了，那就唱一首。笑死我！美酒加咖啡，美酒加咖啡，嘿嘿，我只要喝一杯。来，请君喝一杯。想起了过去，我又喝了第二杯。 Second round，Oh my god！ 阿涛，快点！乔哥，哎呀，这时间快到了，咱们赶紧把这个甄老板的货给送到。来，继续演回人设。真有料呢！别激动，我有戏。你怎么来了？然后呢？哎，就是这儿。哎，这是谁呀？等一下，他还有戏没演完，还没演完呢，还有戏没演完，很重要的戏。我演完了，演完了，就这样就没了。没了，那进来吧，他戏演完了，进来吧。到，你说了个啥？你怎么来了？你就说了个你怎么来了？可以，这句太经典了，要不然观众不知道你怎么来了。这不愧是开业大吉啊，这么热闹啊！甄老板在吗？甄老板应该已经出去了，我11点半的时候来了就没有看到他。哎呀，我们约了他，这是他订的货已经到了。那散了吧这一集，找不着人了。但是他平时11点半都会在办公室里边看东西的。哦，在里边。是的。行，敲门。他怎么这么生气啊？这是怎么了？他肯定有原因的嘛。咯叽，然后你看就不生气。甄老板，你订的货已经到了啊，有人吗？真人，退，真有料了。没人啊，这怎么办呀？有钥匙吗？我没有钥匙。你也没钥匙，这实在没钥匙，那咱们只有来硬的了啊！来硬的吗？嚯！哎，这是什么情况？哎呀！演完了吗？死了。还有声要弹呢，怎么就先走了？这是啊！我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你怎么就走了？为什么是古装的匕首？古装的匕首是吗？哎，地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糖水？好了，大家都不要慌啊！我是警局的乔 Sir。你不是乔 Sir 吗？瞧哪个字啊？瞧哪个字？警局乔 Sir。等一下，我如果没有看错，你那个上面写的是乔三儿。乔三儿，乔三儿，我的名字叫乔 Sir。说的那么洋气啊，乔三儿。但是我是警局的乔 Sir。哦，失敬，你是涛 Sir。我是警局的万能辅助阿涛。阿涛啊！现在是咱们就得盘一盘这个案件报告了。哎呦我这是藏哪儿了？这不容易，我这屁股这么不翘吗？今天是1996年2月24日上午的12点，在 H 市的真好喝糖水店内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呢是老板真有料，死者侧卧在地，匕首从左后背插入心脏处，伤口周围以及地面上有大量的血迹，初步怀疑是失血过多致死。案发现场门被反锁，嫌疑人锁定在今天来参加开业剪彩的你们当中。你们今天来这里是干什么的？因为今天是我们真好喝糖水股份有限公司第100家店的开业仪式。你是他的合作伙伴是吗？他是我的 uncle。 uncle 哦 uncle， 那你叫什么？我叫
融化你。我想要喝一杯，喝一杯。我弟弟，对我弟弟。那个呢，拿的那个假大哥大的那个，喂，60亿不要聊了，赶紧给我签了，我是大老板好吗？大老板啊！这个呢，拿着棒子这个，我叫山鸡。我係銅鑼灣爭得拽。我是本市的选美冠军，然后大家都叫我天使爱美丽。我是死者的妻子。事情一定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现在去空旷的街口，咱们好好聊聊。空旷的街口，我们上大街上聊什么聊？我们是一帮街头混大街。走吧，现在我们要保护这个案发现场。舒克，把我的直升飞机拍来，我要走了。走吧，走了，来。好，刚才在 H 市的真好喝糖水铺发生了一起命案，你们5位都是在现场的嫌疑人，那就自我介绍一下，喝一杯。那你先来。凉茶加咖啡。我这个老北京我想要喝一杯，深黑流往事，我又喝了第一杯。我是 H 市大名鼎鼎的凉茶王子，我叫喝一杯。一杯。One shot。我与真有料的关系是，真有料是我的竞争对手。第二个融化你，我这个名儿好棒。我叫融化你，我是真好喝糖水公司的副总。对，我们家的糖水可以甜到融化你。就来呀，加糖水。喝完糖水你觉得很甜，你就喝呀杯呀。死者真有料呢，是我的 uncle。哎呀 ，uncle，Oh my god。张的拽。BGM 还预算还有吗？没了。當，我去銅鑼灣啃白雞。你銅鑼灣啃個襪子幹嘛？你啃襪子，啃個襪子，啃個臭襪子啊！我叫长得拽，行走江湖就靠讲义气，兄弟多，就是个混混呗。我就怎么说话呢？抓起来！打死啊！混混也有混得好，混得差的，这就是混得差的，你明白吧？这是。我就是死者帐下第一康霸基，就是这附近这一片都是我兄弟。就张小弟呗。张得拽。接下来是艾美丽。我是从小在 H 市长大的，大家都叫我天使艾美丽。我也是真有料死者的妻子。夫妻关系，那个一手这个大金链子的。小时候我们都无知的认为钱是万能的，长大之后我们才发现，小时候想的一点错都没有，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的，我就是商业奇才大老板，哎，有多大呀？多大？你不方便知道，现在天也冷，没那么大。然后，但是呢，我跟我们这位死者，我们是商业合作伙伴关系。合作伙伴是吧？合作伙伴啊。是你跟他一起投的这个真有料？这个不是，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各种方面的啊，各种方面的。对，就除开了这个糖水铺之外，因为我是投资者嘛，你想投资哪儿，我都能帮助你，对不对？如果你花一点时间了解我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浪费了一点时间啊。然后呢，但是你如果花一点钱给我的话，我会让你变得金银万两啊！我是投资者。好，你们都在现场，那我想知道一下你们的现场都做了些什么？我跟这件事情都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啊，因为我根本不是曾老板约来的。我是9点45分先来这里，
先来节里找了甄老板。 9点45分是吧？然后一直在店里面吗 ？No。我先来找的甄老板，我与他交流了15分钟。你见过他？见过。见过呀。我11点钟离开的节里，我9的时候他是活的。我9点45来。他9的时候我接就活的，哇，这句好难说。这位广东人舌头被烫了啊！那你之后又什么时候再来？我11点50再来的时候，他们都在了，所以这件事情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哎，一上来先撇清，您琢磨琢磨，哎。我是11点29分到了这里，到了以后我没有见过他，然后呢，突然就是 Emily 就来了，然后呢，我们俩就一起等待大家一起来参加今天的这个开业。没有见到他。对，11点29分。那个张小弟，这个政治关键小弟，我係張德拽啊，雞母雞啊，为什么突然都变口音？那我也变了啊，那说变我也变哦。你是几点钟到的现场？我是11點35到的現場，然後我來的時候看到了融化你和艾美麗。对，然后他是有背景音乐出场的，然后我是没有的。对，我拎着我的音箱，踩着我乱世巨星的步點。你作为小弟，你为什么最后才到的？你不是应该跟着你的大哥吗？哦，对，你今天为什么没有跟甄老板在一起啊？我不一定要跟着他在一起啊，他是有他的生意，但我又不是帮他做生意的小弟，我是帮他处理事儿的是吧？甄老板觉得他吵，他每回出现就会有背景音乐。说甄老板听腻了，换一首。说甄老板，我想睡会儿觉，你别在我旁边行吗？他一出来有背景音乐，好吵，这个人。艾美丽呢？我是今天9点半的时候起床，发现甄已经不在家了。我心想她应该已经到糖水铺去了。9点半你在家是吧？对，早上9点半我在家，后来我就打扮了一下，也想早一点来。11点半的时候我到了糖水铺，我见到了荣副总已经来了，但是我进来之后是想要敲门跟甄打一个招呼的，我认为他会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但是一直没有人开门。好，大老板，我是11点40来到了我这个真有了我新开的这个店里为他庆祝啊，就是这样。后来我就碰见了荣华妮、艾美丽跟张德拽啊。你是算是第4个到的。对了，我是第4个。29、30、35。好吧，你们都有在现场，但是可是都基本上没有见过这个死者，这时间也都看不出什么任何的这个线索。那不如我们下期再见。不如感谢京东电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大力啊，谢谢啊！不如我们就接下来的进行第1轮的搜证，然后第一波搜证的组员就是我和陶景元，还有那个张小弟张德拽，我係張德拽，还有艾美丽。我们4个第1轮，第2组是何一杯、荣华妮和大老板。好，搜证喽！哦。现场搜证，7名玩家分为2组轮流取证，限时10分钟。京东电器品质保障，180天只换不修，每人可进入京东电器装备区拿取搜证电器。好，那我们需要探神器，耶！叮咚。京东电器探神器屋上新货了！哇哦！大家看一看，有没有自己趁手的东西啊？游戏机。这黄色的这一套挺好的。我这是 VR 的那个游戏吗？你玩过吗？没玩过。好吧，咱们看看，来看看手机，找自己照片。
这个我的哦，谢谢。好，谢谢。啊，哇，你那张照片很拽哦。拽。好啊，好吧，各自选择自己想去的地方。好，咱们就按摩现场看看吧。好的。销量概况，我们现在是24号，对吧？对，那是昨天的。 6城门店的当前销量上涨，就是他们生意还是不错的。就那一个刀口吧。对，他就是从左后方直插心脏。哇，手里拿着一根笔，有点诡异。地上这么多饮料。开瓶器。 哦，真好喝糖水股份有限公司。他身上有什么发现吗？有一个公章，别的没有。别的没发现。这个是不是放刀的？哦，对，是。还有什么吗？备忘录，今日计划9点公司新品尝试。去。老板还钓鱼。 这些渔具是。我去荣副总的房间，好美呀！好，现在开始搜证。什么都没有。这是什么？哦，是一个印章。印章写什么字儿啊？夹子。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个呢？就2个小箱子。喂，这有一台电脑。电子邮件回复陈叔叔，6月1号。 和叔叔的关系是很好的。真有料！容你爸爸出事，看看消息速度是求我，说点喝一杯。亲爱的弟弟，祝你中秋节快乐！没有收到弟弟的回复。以后我要问问他为什么。 股权委托代管协议，甲方荣换你，乙方真有料。洪小姐委托乙方成为她的委托代理人。好，和。时间还有5分钟。连续2年一直吃小吃到17年啊。
建议暂停营业1天，待检测结果之后再做处理。这个合同被撕了，甲方喝一杯，乙方收购方真有料。免手洗破壁机，反独门秘制好下火凉茶配方，7种茶叶，千年井水免手洗破壁机，自带自清洗功能，自动清洁不留残渣，比普通破壁机更省时省力，充分节约时间，真正解放双手。2. 脏水盒不能过满，否则自动清洗功能将出现故障。3. 免手洗破壁机是在京东电器上买的，京东服务优质，180天内坏了只换不修。哎，这个免手洗破壁机是从京东下单的吧？这个破壁机清洗不用手，方便。味觉神经受损，造成味觉障碍，临床表现为品尝不出任何东西的味道。你的时间只有最后1分钟。哎，那有注意刚才它是这么锁的，还是说这个地方也是别上的？这个旋钮正常来讲在外面是关不上的，必须要从里面去把它旋转。它是整个那个都已经踹掉哦，现在那个已经坏了。但如果你踹的时候这个没掉，那说明这个没插。这个应该没插上。没人啊，这怎么办呀？啊，它锁了吗？那其实是可以从外面锁上的。它有钥匙。那这里还有没有什么暗格什么？哦，哎，哦，雪茄。哦，这钥匙这个门吗？10秒倒计时开始。你知道他平时有几把钥匙吗？这个东西就1把。那我理解，它应该就是一个密室了。3、2、1，时间到，请离开现场。就是我们肯定要找一下那个怎么做成的密室。来，拿我们的探案神器，探案神器啊，来。哦，好漂亮啊！谢谢京东电器，是，感谢。这是我大，哎，这是你的哦，行，是不是？对，这是干嘛的呀？这个我真不知道，有点像香薰。能不能先搜证再来逛街？京东电器果然是，真的是太吸引人了。我很想看看。它真的是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啊！哇哦，来吧，让我们吃完就吧，走吧，朋友们。美酒凉茶咖，搞错了，再来。凉茶加咖啡。来吧，加油！一会儿见。好，大老板，我的屋在这儿了，我的屋在这儿，我这屋特别的清静啊。你这个有点，相对来说有点不像做大买卖的样子啊，挺朴素的呀。您看看就知道了，精彩啊！哦，真的吗？突然就开始进入了搜证模式。哎，大老师，这里面有很多你喜欢的呀。对，大豹纹啊。哎，但是我觉得你很奇怪的是，你这一包衣服跟你的风格不太一样。你看见的我并不是真实的我。哟，危险危险危险！引火上身。顾名思义，1日之内必火冒3丈。啊，是你在害我吗？
哎呦喂，仲有一個密碼啦。密碼，嚯！老板那点事儿，感情破裂，故弄玄虚，好小好大，兄弟反目成仇，可笑。这里有一个3字的密码。想想看，他的房间里面目前还没有任何感情线，所以呢，我还不知道他会是用什么作为他的密码。但不着急，我再慢慢查。我得搜到他媳妇儿家，有鬼有格调。哎，这是选美之家。哎，好嘞，这儿有个病，哇、家暴，艾美丽被家暴还。好，哎呦喂，选美冠军都穿上了，那当然。我找个手机，怎么可能有手机啊？哦，这个是解锁，看看这手机怎么用。哦，这样的，好。做我的女友，4月30号，别着急拒绝我，我可以帮你解决那些麻烦。这手机还能干嘛？这个手机只能看这些吗？列表、通话记录、未接来电、通讯录、闹钟、信息。以前的手机好麻烦，然后划不了，是不是？哎呦，初始化。我把手机革了。啊！一个公文包，一个文件夹。哦，你好有钱呐！我有钱吗？不可能。有人给你转了1亿耶，1個億呀！哦。我搜张。这是什么？红红的。芒果银行。张德拽，这是他的一个存款。2月14号，他取走了10万块钱。选美冠军不爱鲜肉，爱腊肉，坦言人家就是喜欢喝糖水了。靠一碗糖水造上亿帝国。还有什么？病例：张德拽，肿瘤科。患者连续7天一晃就头痛来我院，完善相关检查，头部 CT 提示脑膜瘤。密码锁啊！那些年我们一起喝过的好酸奶 ，AMX Great and Healthy Yogurt。AGONY。哇哦，耶！我现在变得很厉害了啊！我也想尝尝大家都喜欢喝、都爱喝的 AMX 酸奶，清甜又好喝，而且零蔗糖无负担，怎么喝都好喝。零蔗糖。无负担。
真的相册。哇，好帅哦！甄家帮，他是甄家帮的。他跟 Emily， 哇，厉害了！楼下也是他家。哦，是凉茶世家。你的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梦一梦，没有。他家的这么大呀！什么不重要的文件？那还看它干嘛？不想看了。哦，不是。撕碎的信。哦，照片。10秒倒计时开始。10。哦，他跟那打手。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7、6。这么赶的吗？6、7，真有料，不会放过我们的。1，时间到，请离开现场。走吧，朋友们。好嘞。你把案件里面的墨镜带出去了。哎，还真是，怎么回事？爱上了。这怎么还往外顺东西啊？怎么回事？好看的都是我自个儿的。嘿。第一次集中推理，根据收集到的线索完成推理。咱们把前面的先梳理一下人物关系。死者甄，美丽，这是爱人关系，和一杯是竞争关系，是隔壁凉茶店的老板。当天跟他见过面的人只有何一杯。对，大老板合作关系，他也应该是投资人。张，这是他的小弟，雇佣。这里还有一个荣，他们是亲戚。所以他们之间到底具体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可以让嫌疑人进场了。我们第一轮的搜证已经结束。我们各自都已经搜到了一些证据。是的，来了，搜他。我们把人物关系梳理了一下。甄，艾美丽是他的妻子，但是没有发现跟死者有太多的密切关系。妻子还不密切？就是我是一个好人，就是只是不跟自个儿丈夫在一起，就叫一个好人。这个理论非常的幽默啊！包括合作伙伴张老板、大老板大老板。你们之间的合作呢，我们发现点小的这个疑问，所以我想听你讲讲你的故事。一点都不小，你听听吧啊！对，我先讲大美人的故事。因为我搜的是我们艾美丽的房间，艾美丽果然非常的棒。一般大家都知道电视剧的情节就是大款的妻子，一般都爱着一穷小子啊，一般都是这种俗套路。但是我们这个套路，比别的还要俗哦。因为我们先知道，这位少女她欠了很多的钱，果然是抽屉里有一切。他一共是要在1997年必须要还完30万的欠款，他是从83年的3月1号开始还啊，对，13年前，对不对？16岁开始还的。他16岁就要5000块钱还了啊！但是呢，大家可以注意到，他之前都是按千来还，但是呢，最终他还了12万，是1995年的5月1号，他还给了脚气冲天洗脚城。为什么欠了洗脚城这么多钱？丈夫有手气，妻子有脚气，是为什么最后要还到这个程度的一个脚气的？是这样的，我父母呢以前是开茶餐厅的，那个茶餐厅非常的火，当然在那一年发生了特别大的变故。一天晚上，我们家就发生了很大的火灾，我的父母也没有逃出去，包括整一条街都受到了火灾的这个牵连。是不是因为整条街上的不同的店都因为你们家引起的火灾被波及了？对，
就等于你小年纪，但是你还是负起了责任，就是去赔偿人家。不过当时街坊邻居对我都比较好，他们觉得我年龄小，所以就让我签署了一份20年偿还的这样的一个合约。明白。哦，你看看来了吧？他就因为欠了这个债，所以才会后边有这些精彩的故事。因为后边他这个选美大赛有一张纸，底下画了一个圈儿。这个赛事的赞助商是我们的真好喝糖水股份有限公司，所以它一定是有黑幕，对不对？内定的，就是你答应这姓甄的，你就能成为第1名。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的。哎，这张照片是当时我看到这个选美比赛的这个宣传单，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我就把这张照片留了下来。95年去参加选美比赛，确实是因为拿了这一次比赛的冠军，然后得到了这8万块钱。我是为了这8万块钱可以让我尽快还债。那个时候你已经认识甄老板了吗？那个时候我不认识，我是更不是他的妻子，对吧？根本不是他的妻子。甄老板是这一次选美大赛的这个赞助商，那你们就认识了。那你画个圈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他们有钱，然后你要奔着有钱的去。我画这个圈的意思是我确实有自己的目的。哦。那就配一个惊悚的音效，砰砰，好。是的。好棒哦！现在还不能说，当当当当，等一等哦，马上哦。后来就搜到了一个手机。然后这手机上全是对话。4月30号啊，我们这个死者真给他发的。然后呢，在95年就冒出毛不易，给他写了很多的。为什么是冒出毛不易呢？因为他的信息是这样的：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40多年到头来竟然还是单身啊？看到如此放光的你，撩起了我的心，给他发了这么一个短信。这跟毛不易有关？跟毛不易有什么关系啊？歌词。像我这么优秀的人，没听过吗？对不起。如果念的是就这个 feel 倍儿爽的话，人家知道它是来自于那个大张伟的一首歌啊。然后他回了一个6个点的呼麦，对，回了一个这个字为什么有声音？好有画面感。对，然后那个人家穷追不舍说，别着急拒绝我呀，我可以帮你解决那些麻烦。这点事儿对于我来说就是洒水呀，没有问题，就应该是 money， 对不对？对。然后他特别的那个听人劝吃饱饭啊，马上回，我需要我做什么？这个弯转的，闪着腰了。哎，前面还在呼麦哦，马上一人说能帮你，马上说哎，那需要我做什么？你确定你中间没漏到别的信息吗？没有，就是态度非常的顺。所以说有些的人生的坎儿能跨过去，是因为他跨得快。走你吧，甭管前面多高，我先迈一步。你就欣赏这种女性。这是在就是2分钟之后，就是连着的。2分钟之后就决定了，然后特别快。接着哎，后边更快的事发生了啊！人家又过2分钟啊，人写一个说，那你做我女朋友？他说好的，男朋友。我看看啊，他从求爱到当他媳妇儿一共花了8分钟哎，一共。我可以。太精彩了！好的男朋友，好的男朋友，赢了，这个赢了。可以。所以说，就这种性情哈，就是这种性情啊。然后有一个叫 From 大喇叭小王，是95年2月1号的兔美丽姐。他说，事发的前一天下午，我看见真有料去店里找了你的父母，他们因为商铺转卖的事情吵得很厉害。就是说，这个事发是什么事？火灾。我在每次思念自己父母的时候，都会到那条街上去看看当年的样子，想要去追忆一下自己的爸妈。就刚好那天遇到了这个小王的爸爸，
就王叔叔跟我说，他儿子其实知道我父母去世的那一天下午，有见过我爸爸跟一个男人发生争执。他说他儿子回去会跟我写一封信。我拿到了这封信之后，我又回忆了一下，我父母的饭店当年特别的火，他们根本就不会想要把饭店转让出去的。后边这句话重要吗？就是说，他说凌晨我回家路上在街角又看见了，真有料。而且最奇怪的是，火灾没过多久，我们家的那个茶餐厅店就变成了现在的糖水铺。就证明放火应该是放火就是真。你是什么时候收到这封信的？95年的2月1号，是我参加选美比赛之前。之前你就知道啊？现在我觉得艾美丽是非常非常怀疑当时的火灾是真有料人为的。哦。对，她画那个圈儿，她不是说我要嫁给这个男人，我要去攀附这个男人，而是说这个男人曾经与我父母的店铺和那个火灾有关系，他有寻仇的关系。所以那8分钟，他并不是因为这个钱在回心转意，而是说用这种办法接近这个仇人。我想要去接近他，然后这封信就帮我解开了这一切的真相。哎，然后呢？神奇的婚姻呢，总会有人打他，对吧？总会有人打他？对，家暴嘛，对不对？哦。来了，来这个患者四肢多处淤青，诊断为外伤导致啊，就反正就是挨打啊。什么时候开始家暴啊？今年。就是这次挨打，确实是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我记得那一天他回来之后心情特别不好，我也不知道他外面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工作上的压力啊。但是他打完了我之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我特别听不懂的话。他说：“除了我之外，不许有任何男人碰你。”那是有什么别人碰过你吗？我发誓，我没有在情感上面做过对不起他的这样的事情，我真的没有做过。那么，这是他唯一一次打你是吗？这是他唯一一次打我，对。惊悚音效准备好啊！刚才你说的是什么话？你说你发誓感情上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当当当当！哇！马上翻出一张照片。就是他跟应该是这位打手张得拽，哎，然后后边这个照片还写的我怀念的是孙燕姿的歌，是不是？我怀念是争吵以后还想要爱你的冲动。你刚说完，你没有在精神上或者怎么样有过这种妄想，这张照片怎么解释？是他误会了是吗？你们看发际线就知道了，那是几年前的事儿。你看谁的发际线知道？看谁的发际线？突然被内涵。这个人他是我的初恋。怎么侦探看看这初恋长得跟这个发际线，你看是不是？但是这张照片是你在参加选美比赛之前你们俩好的时候拍的，对吧？对，就旧照被翻出来。是啊，这个是过去的事儿吧？他是我的初恋，我们在一起2年多，当时是非常相爱的。他也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多债务上的问题，就像大家看到的那个，为什么有1年上面还了2万，其实是他帮我的。92年，我是看到了参加选美比赛可以得到8万块钱这样的一个奖金。我跟当时的男朋友长得拽说了之后呢，他就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我剥夺了他想要照顾我的那种自尊心，然后他非常的难受，他说我嫌他穷，说我这个女生喜欢钱。其实当时我是想要得到这些钱，一起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没有那么有压力。我想要跟他共同承担这个经济负担，可是2个人没有谈妥这件事情，就分手了。
这个照片上面的文字是当时分手之后写的。是，那他后来要打你是跟这个事儿有关系吗？他发现我不知道。这张照片是你在哪儿发现的呀？因为他们2个人住一块儿，他们夫妻。是撕掉了是吗？是撕的，是吗？这张照片我没有撕过。那就是真发现了。真发现的哦。他说了那么奇怪的一句话，你也没问过他为什么打你？来不及，因为他一直扇我嘴巴。之后呢？你为？可是艾美丽，以后你也没问过是吗？等于你们之后你就跟他冷战了是吗？哦，我们2个就是一直在冷战，然后他也是把我关在家里，让我他把你关起来了。然后呢，这封信就是好大写给好小的这个信是您藏在您那儿。好大写给好小，可能是真有料的。那也得念一下吧。好大跟好小说啊，说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很多的事情闹得不愉快，但是我们始终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兄弟。我希望能见你一面，有些误会应当当面解除。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很想念你。94年12月12号，有小的回信吗？没有。哦，这封信在真那，所以小可能根本没有收到过这封信。对，就是他应该是被他拦了，有可能。因为什么？这个后边就解释明白了。好下火呀，这不是凉茶有13个人，应该有好大好小，跟这个真。我爸爸是姓郝的，我爸爸叫好大。好大啊！那你们俩是亲？我们2个人的爸爸是亲兄弟。然后照片的后边写的：我要成为 H 市金字塔尖的男人，不惜一切代价。所以他肯定是要搞乱这好大跟好小2个人关系，他要把这兄弟俩给踩下去，他要成为尖儿。行了，弄完了，就这些。谢谢您，哎，拜。下面我们听听荣副总的吧。嚯，这么多事儿，来吧。我去的是张的房间。张的拽。首先呢，我在他的相册里面看到了2个人，张和 Emily 的照片。这个恋爱关系已经明确了。那你跟他示爱的之前是跟真就有这样的合作关系吗？就是他的小弟吗？不是，我是一个野生混混那个时候。然后这个就有点蹊跷了。我在你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份病历，病历呢是92年的5月1号，他被诊断出来可能是患有脑瘤。但是93年1月8号，也就是半年左右吧，就被说排除了脑膜瘤。这到底是为什么？而且关键是，医生建议多吃核桃，没事儿少摇头晃脑。我张个拽，因为他是个小混混吧，他的形象就是要平时要晃的把小妹儿把钱拿来，是这个意思对不对？还不还钱啊？这么花钱打你？他是一个职业病啊，对吧？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一个误诊。但是这个误诊对我们的这段感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好，你以为自己得癌症了？对，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在一同考虑将来的生活了，然后艾美丽跟我说了她的梦想是开一个茶餐厅，然后我也支持她这个梦想，甚至包括她说到选美大赛这个事儿，她也跟我说了。然后我当时本身就处在一个比较自我怀疑的状态，因为他有跟我提到过，说我这个职业不稳定。不稳定，那是相当之不稳定。他首先觉得自个儿这是个职业。哎呀，因为我替人催债，然后我还经常自己去贴，然后替人家还老板钱。啊，是个有情有义的混混。对，我是一个讲义气的人，然后我就在想说，我这个人是不是穷尽所能也不能让他过上舒适的生活？然后我就忍不住
胡思乱想，我就产生了如果他离开我会不会过得更好。然后正好我在5月1号误诊查出了这个脑瘤，提的分手。而且我故意选择这种带侮辱性的，就把近期的一些的话都说说，就是因为我怕他忘不了我。对啊，因为我们感情很好。那你后面93年发现是误诊之后，你回去找过他吗？没有，因为在我查出脑癌之前，本来我就有对未来不能给他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我只能给他拥抱，给不了他外套。就是我本来就对我的这个，但是你不能当他一生的外套，对不对？就是一直挂在他身上，最后你成为他的脚镣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就发现误诊之后，我的态度就是生活还得继续。你就选择远远的遥望了，是吗？对。而且这个女生到此刻才知道当年你们分手的原因，对吧？对，现在才知道分手的原因。然后呢，我在你的房间发现了一张存折，你是从93年开始，每年的5月20号都会往里面存钱，但是在今年的2月14号，你一次性取走了10万块钱，是为什么？5月20号是我们恋爱的纪念日。所以就是我虽然离开他了，但是我还是想着帮他攒着这笔钱的啊。但你取走这10万块钱是给了他了吗？没有，因为后来情况变了嘛。你仔细想想，去年的5月20号之后发生了什么？阿美丽嫁给了真有料，对，他结婚了，所以他不需要我存的这点钱了，对吧？合理，等于没有必要再痴情执着了，因为对方已经名花有主了。然后我在你的手机里面发现了几段短信。首先呢，是今年的2月1号，你给甄家的管家说：“管家叔，最近甄哥家里一切还好吗？”你为什么会突然会给他发一个这样的信息？就是因为我是在93年我确认被误诊之后，我生活还得继续，我还得继续做我的工作。然后这个时候呢，甄哥就发现我的工作能力了，然后我就到93年到他这儿上班了，所以我们是会经常见面的，只是我们俩都没有说破。然后你说的那个时间点呢，是我在2月1号的一个甄哥的酒局上，风吹过了小爱的衣袖，我看到了他手上的淤青。哦，你看到了他被家暴的这个，所以你就给甄管家发了一个这个，明白了。甄家管家给他回的说：“我本不想多嘴，但你平时待我不错，我就偷偷的告诉你一个大八卦。前几天老爷和太太吵架，吵得那叫一个凶啊，老爷还动了手。”哦，相当于是甄家管家印证了他看到淤青是被甄打的，这是他跟甄家管家的。紧接着当天同样的2月1号，他给艾米丽发了信息说：“小爱最近好吗？”然后小爱回说：“挺好的呀。”张又说：“真的吗？你是真的快乐吗？嫁给甄哥你是自愿的吗？”艾美丽说：“挺好的，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你就不要多问了。”还是2月1号的，但是张是在2月23号，也就是昨天，张给爱发了一个信息说：“小爱，我知道你过得不好，我带你走。”然后呢？然后小爱给他回复说：“好的，男朋友。”好的，男朋友，6个点开始胡掰。小爱说：“等我8分钟。”小爱说：“我不是不想跟你走，真有料，不会放过我们的。”放过你们的，那后来等于他们中间的事儿还是有发生。所以我可以推断说，其实你就知道甄会对你们的情感是有威胁的，对吧？对。这是一层关系，然后再紧接着，我在你的那个垃圾堆里面搜到了一些被撕碎的纸和照片。这些小纸条，感觉上和照片是被撕碎了的。复原了呢，就是一个相当于他的小弟给他回的说：“张哥，甄哥知道了你和嫂子的往事，他利用杀猪盘布局了要杀你，我把你放跑了，被剁了手，你赶紧跑吧。”
就2月1号，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要带他一起离开。然后我问了他，你是不是真的快乐？然后他拒绝了，也没有说。那我没有办法再插入，但是我想离开这个伤心地。于是2月3号，我跟真哥说我不想干了。真哥让我帮他干最后一票，他说过2天从地市来一批首富，然后他喜欢跟富商搞一些棋牌类的娱乐活动。真哥的意思呢，就是让我来帮他守场，搞这个盘其实要富商让我洗手之前挣上一笔，然后去新城市。他是给你布了个局，你是不知道的。那个10万块钱啊，他就知道杀猪盘是他自己的赌资。啊，弄这些钱，表面上呢是说我们一起去骗那些有钱人，但其实呢是做了一个局呢，是把他给坑了。不但让他的钱血本无归，而且还让他呢，其实就是好像是他做的这个局，所有那些人要杀他。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我可以理解说，真知道你们2个人的感情，以后他想杀你，所以你要灭口。然后呢，我在你房间里面发现了一堆照片，特别可怕的，男男女女，有很多人是脸上被毁容了一样的。这是什么情况？而且你为什么要留着这些照片？这个是老板的要求，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95年10月1号，真哥让我帮他找20个演技好、皮肤不好、脸上长痘的群演，这是选角。好了，这就是我的发现。明白了，所以他现在的杀机，一个是保护自己最爱的人，另外一个就是对方也要他的命。对，对方对他有威胁。下面就张德转吧。好的，我看的是喝一杯。说到喝一杯，就要聊到这个好下火凉茶这个品牌的一些往事啊。这是一张1977年8月1号的旧报纸。好下火凉茶曾经连获2年 H 市小吃销售冠军，2000人排队喝一杯好下火。门牌号就在铜锣烧小吃道20号首家门店啊。记住这家店，就是我们今天去要剪彩的第100家真好喝糖水铺的现在的选址。同时，我们在他的箱子里边找到了小喝一杯的这个儿时日记，正好也是在他们家生意最兴隆的时候啊。1976年6月1日，今天是儿童节，但是爸爸在店里不能陪我，爸爸真辛苦了。好在有小叔叔和真叔叔帮忙。这个应该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好下火的这个凉茶品牌，其实是有3个共同创始人的，分别是好大、好小和真有料。我纠正一下，不是他们3个共同来经营，是我爸爸把祖传的这个凉茶从一个小铺子做成了一个大的一个门店，然后呢也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凉茶铺子。中间有2个人在帮忙打下手，一个是他的亲弟弟好小，另外是一个叫真有料的人。然后因为我妈妈叫何美梅，妈妈生我的时候难产就走了，所以呢我爸爸为了纪念我妈妈，让我跟妈妈姓，我就叫何一杯。然后这个日记写到房子。1976年6月15日，他们家搬进了新房子，然后小时候的何一杯非常的高兴。1976年6月30日，姐姐今天来店里，她终于可以出去玩耍了，他们玩得很开心，喜欢姐姐。姐姐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然后姐姐也是特别疼我，陪我玩。然后呢，爸爸跟叔叔关系也特别好，对他们合作的也很好。但是紧接着啊，你看这个误会产生了。1976年7月12日，今天我听到爸爸和小叔叔吵架了。爸爸说他偷了店里的钱，小叔叔是小偷吗？打了一个问号，画了一个大乌云。这个联想到刚才的线索，是不是就是好大的想要约好小，对不对？刚才是，然后解释当年的误会。我是听到我爸爸他们在争吵，说叔他们偷了钱。然后后来他们3个也分家了，我很遗憾的就是叔叔跟真有料走了，他们开了真好喝，
而且呢，因为真有料和郝小叔叔开的这个真好喝，确实也做得很用心，所以他们生意也特别好，也成为好夏火凉茶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是我最难过的就是叔叔跟爸爸不相往来之后，姐姐也不理我了。对，姐姐偶尔会给我写信，但是因为就是两家不往来，所以我也就没有再跟姐姐有太多的往来。就是到后边关系也就断了。接下来，1995年10月29号的一个信息，一个日报里面写到，近日受到沸沸扬扬毒茶门事件影响的好夏火凉茶公司股票断崖式下跌，而新上任的好夏火公司总经理何一杯接连几日流连酒吧，日日买醉。也就是说，既然这里面提到你是新上任，所以应该是在前不久你的父亲刚刚过世，你来接手，对吧？父亲是在95年的1月1号过世的。我父亲是生病肺癌，发现到离开就是很快。之后呢，凉茶铺子的生意就落到我一个人的肩上。那你跟郝小叔叔有联系吗？没有，我是从新闻得知他去世的。他因为什么走的，我不知道。那他们兄弟俩是前后脚离开的。1月1号过世的，5月1号过世的。但是我最难过的就是我父亲走的时候，叔叔也没有来，姐姐也没有来，所以那一刻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就是这个亲情的一个句号。在你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枚印章，这个印章是谁的？是我父亲给我的。这印章上面刻着什么字啊？上面是个人字吧，应该是。先做人，再做茶。哦，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它代表的是一个是这个企业确实是一个老字号良心企业，另外一点也就是代表我其实还是一直希望能够做到我父亲期望我做到的事情。对。然后是你那个破壁机里面诊断证明书啊，1995年7月2日，他被确诊为应激性反应导致味觉神经受损，造成味觉障碍，临床表现为品尝不出任何东西的味道。谁呀？喝一杯。哦，他没有味觉了。然后注意事项，建议自行疏导心理压力。2、强行味觉刺激。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好多罐，就是都是极端的味道。甜到齁，苦到家，咸到什么什么什么，反正都是极端的味道，他就用这个刺激自己的味觉。苦到家，咸到什么？就是小时候也受到一些刺激了嘛，然后就变成偶尔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一紧张就尝不出味道来。这个就是让我的父亲对我非常的失望，因为凉茶其实它还是就是研发者的味觉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嘛。所以呢，我父亲就觉得我可能指望不上了。刚才张德拽找到的这个，其实是去年的时候，我是被确诊为就是失去了一切味觉。就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最可怕的点就是我可以找人研发，但是作为决策者，我尝不出这个茶的味道，我还不能让外界知道，我还只能在外面就是表示我很厉害。然后在95年的10月，一个报纸啊，24日，多名消费者举报称，饮用好夏火公司推出的新品凉茶，一杯茶后不过1日便火冒三丈，满脸爆痘、口舌生疮、痔疮突发等症状。这就是你发现的那些照片吧？真哥让我帮他找20个演技好、皮肤不好、脸上长痘的群演，就群众演员的照片派上了作用。但是经相关部门检测，一杯茶制作原料中含有毒物质引火上身液，也就是说是查过的，确实是有问题吗？是查过的，我所有用的茶都是最上等的好夏火绿茶，但是我的库房里的所有的好夏火绿茶，不知道为什么被人全部换成了引火上身液。等于这个毒茶的事情是坐实了的，所以其实准确的说，从95年到现在，我是挺难的。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有料从来没有放过我。包括你看到这些新闻，全部他做的假新闻，就什么深夜买醉，就是他要从各方面打垮我。明白。他要的就是把这个好下火的这个品牌要彻底的打垮。然后接着在1996年的1月15日，也就是1个月之前签署的一个合同，甲方转让方好下火凉茶股份有限公司法人喝一杯，乙方收购方真好喝糖水股份有限公司法人真有料，他们其实出资把你的公司给收购了，但是在你这儿这个合同被撕了，所以我想问，这个合同是你签的吗？是我签的，就是你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股份。我是在一个叫做大老板的无良的一个投资方的游说下，也没谈成，就别聊这事儿了。后来是他们跟你谈成的，我跟你没谈成。对，我跟你没谈成，我只是先说了这。我暴怒，我对我的姐姐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说姐姐你太过分了，居然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关我什么事？因为你是这家店的副总。当时其实不知道真有料有这么坏，所以在原来的这段故事里面，我一直是把情感负面的情绪投射到叔叔和姐姐身上的，包括他成为这个糖水铺的这个负责人、副总，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而我因为失去味觉又经营不好这家店铺，其实我心里有极大的落差。所以当大老板以糖水铺的代表的身份来谈1000万收购公司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是恨的是姐姐。但是因为我在他的这种进攻之下，我没有能力把这个好下火经营好，于是他这个时候真有料跟我说，我帮你经营，你1000万卖给我，你放心，我帮你守住你爸爸的老字号。不得不想到，其实我可能只能卖掉了。所以15号的时候，这个收购完成，我呢是从这个真有料的手里要了一个店铺，等于我来做店长的意思。我总觉得我还能够，就是让我父亲不会那么失望。结果后来17号就发现，他已经把所有店迅速的变成了糖水铺。他还登下来就说，100年老铺的这个首家店面将改为真好喝糖水铺。这个对我来说是我撕这个合约的理由，就是我崩溃了。下火没了。唉。然后就直到今天上午11点半，喝一杯还接到投诉举报，就是我现在这家店还在搞他，对，他还在搞我，一直到今天上午11点半，他还被举报，举报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处理，结果如下：暂时未发现违规问题，已取样带回检测，建议暂停营业1天，待检测结果之后再做处理。也就是在他们开业的日子，他还要让他的店停业。他真正的杀机其实大概已经出来了，我们再听一段录音。录音笔。上次毒茶事件，我们做的都很好了，喝一杯就是扶不起的安斗，还真相信我，以后 H 字就没有好下火，只有真好喝。翻译一下啊，就是设计毒茶事件，设计毒茶事件，大家做的都很好，喝一杯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从此以后 H 市就没有好下火，只有真好喝。谁说的这段话呀？真说的吧啊？这里我必须要说，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个匿名的包裹，里面有一支录音笔，就放了这段话，我才突然知道，哎，原来是真有料在搞我。
消费者举报称饮用好夏伙公司推出的新品凉茶，一杯茶后不过1日便火冒三丈，满脸爆。公司总经理喝一杯，接连几日流连酒吧，日日买醉。好夏伙凉茶迟早人走茶凉。你1000万卖给我帮你守住你爸爸的老字号。他还登下来就说，100年老铺的首家店面将改为正好喝糖水店。等于有人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是哪一天？3天前。所以3天前你知道这一切是真有料所为，这个时候才算真正的产生杀人动机。对。我必须要说，我确实是了解到真有料的每天的作息之后，我今天9点45就是找他来对峙搞这件事情的，而且我跟他打起来了，动手了，打了15分钟。地上的那些倒了的瓶瓶罐罐是你们打翻的？应该是，因为我们打得非常激烈。你喝了饮料吗？啊，一边打一边喝呀。我跟他打了15分钟。最后他说：“你给我等着，我找100个兄弟来干你。”然后我说：“我们先走，我也去找人。”就走了。那你这回来想干什么呢？因为他肯定不会邀请你来参加他的这开店仪式。不是，中间又被刺激了。上午打完架回去之后11点半收到举报信，他的店今天开不了啊。你非常完整的还原了我气得要死。我当时是觉得我现在他是这样的，他非常是啊，我进去了啊，唱 KTV 啊。你觉得我现在是要唱歌的心情吗？来都来了，那就唱一首。美酒加咖啡，美酒加咖啡，我要美酒加咖啡。美酒加咖啡。美酒加咖啡。是这样的，回去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店又被查封了，而且让我今天歇业。我就想说，你开100家店了，你能不能留一点活口？所以我非常愤怒的又回来找他算账。结果没想到来了之后唱了一首美酒加咖啡，导致我气势全无。然后这儿还有一个密码箱。这个我不知道，这是我父亲的。他跟叔叔闹掰之后，我常常看到他夜里喝酒难过，写什么东西，然后旁边就放着这个小箱子。打开过吗？我不知道密码，所以我从来没有打开过，但是我一直保留好。哦，好想看看。然后我把你屋搜的差不多之后，我闲来无事打开了收音机，听到收音机里边又放着我专属的 BGM《乱世巨星》。接着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你们听听。用歌声传递祝福，用祝福点亮人生。欢迎大家回来。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AM 站的萨霸王同学点播的《乱世巨星》。萨霸王点播的《乱世巨星》。萨霸王点。萨霸王。萨霸。一起萨霸。我任意闖，萬眾仰望。Help！ 救命啊！萨霸王出事了吗？刚才是什么呵呵气？什么事发生？是等于一开始是萨霸王点了一首《乱世巨星》，然后开始放歌，然后歌放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停了，然后有信号干扰，然后直播间传来了惨叫，就是这样。天哪！现在我有一个非常可怕和就是不舒服的感觉，因为第一案的时候，萨七那个玩具是被毁掉了的，飒飒的。第二案，在公寓里面，所有人的身份牌里面，只有他的身份牌是被涂损了的，就他的身份信息是不完整的。第三案里面，萨太子在南国的故事里面被神秘人士撸走了，然后这一案里面就是萨霸王点歌了之后，在电台的现场也发生了一些事件，
所以我老觉得是不是有什么神秘的力量？他需要我们去救他吗？我不知道哎，所以现在每一次的讯息都会让我有点不安。不管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故事里面，他好像都在留下些讯息。对，莎莎，哎呦，还活着呢，还活着呢，你看看兜里有没有？找找，在不知名的角落可能。我检查的是融化你的房间，发现很多事情其实它是可以接连起来的。荣小姐房间的床头柜里边同样发现了一个跟何先生家里传下来那个很像的章，然后这个章上面刻的是一个家字，所以你们俩的放在一起是家人二字，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系。哦，对嘛，在今天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一个人字的章。所以人字不完全是先做人再做茶，它也是家人的一部分，是吗？那你们家有什么家训吗？没有，因为爸爸没有什么文化，然后呢，但是他有一些家业，因为创了这个糖水店嘛，他把我送到国外去念书，他希望我会成为一个有很强的管理能力的女强人。在走之前，他就把了这个印章给我。哦，也没有提到另外一个章的事儿。没有，所以刚才我看见这个人，我才说哦，家人。但这个就是你的一个家庭纪念，它不起到任何法律上的一些。没有，对。然后我打开了荣小姐的电脑，我在里边发现了几封比较重要的邮件。第一封邮件呢是荣化你发给何一杯的，他说：“亲爱的弟弟，祝你中秋节快乐。今天你吃到最爱的5仁月饼了吗？姐姐很想你，给你看看我们小时候的合照。”还有附上了一张你们2个人的照片。91年其实还有一封邮件，也是姐姐给弟弟发过来的，是你的生日，亲爱的弟弟，想要什么礼物，姐姐买给你。同样没有收到弟弟的回复。能够感受到的是，姐姐跟弟弟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情感在的。但是刚刚听何先生的发言，好像他对姐姐对他的这种思念并没有感受到。我在我17岁的时候就出国去念书了，其实我经常会写邮件给他，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回复过。从我的角度来讲说，既然2家已经没有了往来，而且将来回来要接管他的公司，我觉得我们2个将来就是竞争对手，何必如此兴师动态？所以对我来讲，我收到的逢年过节的这种问候，都是所谓的一种礼貌，非常官方的一种礼貌。如果我心里没有你，我干嘛要给你发这些邮件呢？那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吗？记得。因为我是在我小的时候，我2岁的时候，我妈妈就离开我跟爸爸，我就没有母爱，她也同样没有妈妈。我也没妈妈，对。哪怕有一颗糖，就你一半我一半。曾经我跟她说，弟弟，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不管我们的父辈怎么样，我们永远都要在一起。然后呢，我大伯是一个就是从早到晚都很辛勤工作的人，但我爸爸有的时候呢就会有点偷懒或者是耍小聪明。每次吵架，兄弟吵架呢，我爸爸就会跟他的好朋友就是真有料，对，在一起去玩。所以他们当时是还有一个组合的名字叫做陀螺烧玩双结混，就他们2个还有一个，就他们俩非常好。就是他们俩是单独一个组合，是吧？因为我爸爸他就把凉茶和其他的很多水果啊什么东西混在了一起，就弄了一个特别好喝的一个糖水。然后2个人都会觉得这个糖水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就他们2个人就离开了，自己去做了一家糖水店。明白。但我每次都会跟爸爸说，我说爸爸，我想去看看伯伯，我想去看看弟弟。但我每次提，爸爸都非常生气。但是我都会，比如说有一个小礼物，我知道他会喜欢那种小弹珠，不能见他，我就放在门口。我希望弟弟能够玩，我希望弟弟能开心。
你在他门口放一个弹珠啊，他一出来就会滑一大跟头。你真的好狠，这个姐姐。然后你说你的啊，没事啊。除了弹珠，也还有好吃的，其他好玩的。玩具吗？那你那儿有一箱子玩具，都是？是。毫无记忆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是两个人对于童年的记忆，可能你记得是对我的好，我记得就是你们离开了，觉得姐姐也不要我了吧？没有任何哦，好悲哀。姐姐其实，在95年回国之后，还给弟弟发过邮件说，我已经毕业回国了，很想见见你，我们见见面好吗？收到这个了，要叙旧见面。那你为什么不回姐姐的那些邮件？就是在我小时候，偶尔会没有味觉之后，父亲对我非常非常的失望。父亲跟叔叔闹掰之后，但他并没有怪姐姐，而且父亲是非常爱她的。我的父亲经常在我面前夸奖姐姐，看到有关于姐姐，比如说读书读得好、很出众的时候，父亲非常的骄傲。因为自己身体的状况，其实我本身可能就有一些自卑，加上姐姐的优秀，在我心中我会更大的落差，所以我是也不希望再跟您见面。现在我还要再聊，其中还有2封邮件是你和甄叔叔的聊天。92年，你给甄发，你说最爱的叔叔，我在国外过得很好，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甄叔叔有回复说，近来我们一切都好，出门在外记得照顾好自己。成绩单我看到了，真棒。所以由此看来，你和叔叔的关系是很好的。92年的时候，对。他对我都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对我非常好。甚至于我出国之后，甄叔叔他经常都会发信息来问候我，让我觉得很温暖。还有一封邮件是95年5月1日，甄叔叔给你发的是荣，你爸爸出事了，看到消息后速速回来。对，我收到了这个他的这个 email， 然后当天连夜就回去了，然后发现爸爸过世了。甄当时跟我讲说，是因为爸爸摔了一跤，然后头撞在了浴缸上，并且他告诉我说，他通知了我的弟弟。但是我的弟弟没有出现在葬礼，我也非常的失望和难过。当然，我是从来没有收到甄给我的任何的邀约或者通知我参加叔叔的葬礼，我是在报纸上看到好小叔叔离世的消息。但是呢，后来我又知道了，原来我的伯伯在这之前也走了。可是没有任何人通知过我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觉得姐姐她不去爸爸的葬礼和叔叔没有出现，我非常失望。然后我有一天我去扫墓的时候，然后我就无意当中碰到了我的弟弟，他对我非常冷淡，就像现在这样。我说弟弟，你怎么样？好吗？还行。我说我给你发那么多邮件，你为什么不给我回？我太忙了。然后呢，我看到姐姐出现在父亲的墓地的时候，我有些惊讶，但我也有些感动，因为她抱着一束花，而且我才知道，其实那不是姐姐送的第一束花。是。姐姐呢就说了一句，说你有什么需要，跟姐姐说，我帮你，然后就匆匆的走了。所以呢，甄有料肯定是在两边骗。你跟甄有签署一份合约，什么样的合约？股权委托代管协议。其实有一条是蛮奇怪的，甲方是荣化你，乙方是甄有料，甲方将继承真好喝糖水股份有限公司死亡股东好小的股权，股权金额占公司资本的45%。但是荣小姐因为学业并没有完成，自愿委托乙方成为她的委托代理人。他们的签署日期是1999年的5月5日，合约的期限是到1995年11月5日，其实是6个月、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合约，对吗？但是合约中有一条是签约起至6个月后，甲方持有的45%股权将自动转让给乙方，无需甲方同意。
这里有荣小姐5月5号95年的盖章。为什么要签啊？你和甄的情感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出了什么样的变化吗？爸爸是5月1号过世的，突然爸爸没有了，我也很失落。所有人来参加葬礼，我很不知所措的。但是甄，他一直在帮我做了很多事情。他跟我说，他说你现在呢学业还没有完成，叔叔就先帮你代管公司，将来等你毕业回来，你再继承你的爸爸的股份。这都说得通啊？是的，是的，当时我签的就是这么一份协议。那你没看到那一点？我签了之后我就回去念书了。毕业之后7月份我又回到这边来。回到来之后呢，甄就给了我一个真好喝糖水公司的副总的身份，并且把公司几个很大的研发的项目交给我。但是非常遗憾，我的能力就很大的研发的项目都失败了，然后公司里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我没有才能。那荣小姐，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份合同有问题的？1995年，也就是去年的11月20号。在公司，我听到很多人在议论说啊，现在这个甄老板他现在是公司最大的股东。我觉得不是啊，他只占35%的股权，我爸爸是最大的股东，他是45%。然后我就去问他，他说你回去看看我们那份协议啊。但我在打开的时候就发现了中间有一句话，就是6个月之后，这45%的股权就相当于我是赠送给了他。签的时候有这句吗？没有。就是说，是你带着纱看不见，对不对？一般都是，就是要摘开纱才能看见那个东西。哦，这个纱终于从这儿来了。对，这个纱影响了我的视力。所以后来我去调查，他们告诉我那一句话是用特殊的墨水写的，要1个星期之后才显现就会显现，但是我是不知道的，因为签完了我就放那儿了。可是这件事情知道之后，你也没有选择报警。然后现在是1996年的2月24号，你还依然笑脸相迎的在上班，在继续工作。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因为现在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这个店公司就是他的，已经是他的了。你就认了是吧？当然不，我要干的事情就是我要去找证据。我还在你的房间找到了一张照片，这是你拍到的一张照片。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公司更改名称证明。真好喝糖水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更改为真好喝，那个好字以前是你父亲的那个好，现在是赞，就是非常好的这个好。公司注册处贾处长签字了。这个就是有效力了，就已经有效了。对，我看到的只是一个更名，本来好是我爸爸的姓，甄是他的姓，所以叫真好喝。但是现在他要把这个好字变掉，他要把好的这个好家的痕迹全部去掉，变成独有的。是的，是的，所以我就非常生气。我想知道你这张照片的来源。我知道了他做了这个协议的手脚，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从法律上来说，那个公司已经是他的了。所以我只能暗中调查。但是到了今年的1月15号，我在媒体上看到了弟弟家的这个凉茶，对，1月15号收购了。那我就更快要找到证据来扳倒他嘛。所以在今年的1月31号的时候，我又去搜索证据的时候，无意当中就看到了有一份这个更名啊。那个录音笔是我寄给你的，弟弟。突然有一天我路过甄办公室的时候，听到他在说你的这个事情，我就赶紧就记录下来。然后寄给我了。那你在今天事情发生之前，你见过他吗？这个呀，在11点29分之后我没有见过他。11点29分什么？对，我是11点30分到的。我到了以后不是马上就碰到你了吗？我到了之后第一件事情是想要去找甄，然后荣小姐就跟我说再等一会儿，哎，一会儿朋友就来，我们坐下来聊聊天。我敲门叫他一下。哦，现在还没到时间，要不我们再等一等？好吧，
其实他是有意拦我，没有让我开房间。我现在只能说，因为今天是12点08分，会有那个仪式嘛，是不是12点08分再去请会好一点？及时开门啊！哦。我说说我们大老板的事儿。大老板出现喽 ，OK。首先，脱下你这身皮衣，你是谁？哎呀，你跟他们说说嘛，你不是查出来了吗？你为什么不敢看我？我没有不敢看你，是因为你的喉咙太突出了，好吗？那叫喉结太突出了，扎到我的眼睛了啊！好。首先，在1995年的4月15号，他写下了一个日记。嚯，来了，大老板。那样的日子，我再也不要过了。那样的日子，我会在这里好好生活下去。那里是哪里？那样的日子，什么样的日子？那样的，我这什么？你对于我搜到的证据如此的不屑一顾？不是，我是对我以前的日子非常的不屑。因为以前的日子是穷日子，现在我有钱了嘛，对吧？把我的直升飞机拍了。他现在呢，非常多的奢侈品，名牌的表，名牌的衣服，然后呢，这些都是有牌子的。然后呢，他呢不小心还留下了一张就是收据。这个奢侈品店叫山寨奢侈品店。山寨，哇，好直接，好直接。然后呢，一个名牌的裤子 ，F 牌的裤子68，一个 G 牌的墨镜88可以了。最贵的是撸牌的腋下包，128，Bishomery 的皮带啊，58。因为凑200能返20，然后所以一直在这满减这个活动中啊。所以你身上的名牌都是假的。因为我非常羡慕有钱人的生活，所以我装成有钱人的生活嘛。我先要打扮成有钱人，这样我就最开始可以让真相信我也是个有钱人。然后呢，做生意，对，能跟他做生意。再看看这些衣物，哇，一个狂野小子，大豹纹的牛仔帽，大豹纹的真丝衬衫，各种的豹纹。它是你本身的样子是吗？所以说现在并不是真实的自我，那个才是真实的自我。他房间有一样，你不但代表真有料，收购我们的店啊，你还有引火上身液。对，就是这个。喝了引火上身液的朋友，顾名思义，必会火冒三丈，导致满脸痘痘、口舌生疮、痔疮突发。所以是你换的？不是，没有，我没换啊，因为我不是投资人嘛。然后呢，我怎么能让真跟我做生意？然后我得给他出主意。我怎么跟他做生意？我先给他出主意。我能出好主意，哎，我也能出坏主意。然后呢，因为他当时想弄垮的是好上火，好下火，好下火，好上火，对，好下火，对，生意确实好不了。你既然想弄好下火，你得让他上火，对不对？因为我以前呀是做茶叶的。你以前也是做茶叶的？我非常懂茶叶啊，然后我就说您换茶叶呀，然后他说你那儿不是有吗？我就给他弄了点儿。然后呢，收到了一些钱。我找到了一个旧的手机。嚯，手机呀，真有料。今年的1月15号，就是父亲的店收购成功的那一天。大老板，多亏你让收购成功，一点辛苦费请查收。就是刚才他说那个，我去那天找他，跟他说要收购他们家店，难以启齿。但是做坏人的我先去帮他谈这事儿，
然后他就给了我这个辛苦费。但他呢，其实对真有料也不完全只是出馊主意，他也干了一些有的没的。那是。他呢，把一个叫糖水大厦的一个楼盘，在去年的12月23号到今年的2月22号，给他提供了这个详细的项目资料。同时呢，乙方也向这个地市沟通并落实了糖水大厦的购买和施工事宜。根据这个合同，真好喝呢公司将会在今年的2月23号，也就是昨天，向乙方支付项目款1亿元。对，他要给我投资1个亿，让我开这个糖水大厦。对，双方一旦盖章，协议即可生效。但是真有料并没有盖章，只有大盖了章。所以他就是一个没钱的人，假装一个有钱的人去接近真，然后他要从真那弄到1个亿。挣这个一个亿是我自个儿有真心有用。对。但是呢，真的办公室，我找到了一个糖水大厦地产项目的调查报告。真有料，据调查，地市糖水大厦地产项目其真实所有人是假糖水。1996年2月23号的时候，嘿侦探社告诉了真有料，说他要卖给真有料的那个糖水大厦，所有人根本不在他这儿，对吧？这是真调查的，真知道他是个骗子了。我其实在他手机有听到一段录音，听一下这个录音。不是找你啊，你知道的，我真有料出来混那么久，最讨厌的就是别人骗我。现在居然有人敢骗我1亿，后天替我立刻发动黑白2套搞死他，我来混要讲信用啊，就搞死他就要搞死他。要讲信用啊，搞死他！居然会有人要骗我1个亿，我要搞死他！出来混要讲信用，说搞死他就要搞死他。哎，他没有守信用，说搞死他，搞死了自己哦。你是什么情况下听到了这一段？就张安，您这个不是说23号昨天嘛？然后因为他一直没盖章嘛，你去找他盖章，我就找他盖章，因为他只要盖了章，这钱就进我账户。对。然后我就去他那个办公室那儿，想找他，让他干。然后到门口的时候，我就听见他里头说的是这个。太讨厌别人骗我。他在里面看到了这个东西嘛，肯定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侦探的东西，然后所以就是这样。23号。所以他必须要在今天动手，今天24号嘛，不然明天的话你就。被你折起来的一个报纸塞在你的电话机的抽屉里面。这张报纸呢，报道的就是当年我们俩的父亲之间的事情，叫昨日手足，如今却大打出手。这个新闻呢，讲到了这个火爆铜锣烧湾的好下火凉茶店的老板好大，竟然是真好喝糖水店老板好小的亲哥哥。最近2家店的竞争格外激烈，兄弟反目成仇。这其中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然后呢，在兄弟反目成仇这里被圈起来，写了个可笑。是我发现有钱人也会被感情的事儿所去困扰，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非常可笑。就这么简单？就是。你跟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吗？好大好小。好奇怪呀。没有，我说的就是这件事儿，说的就是当时我看见这个，我就觉得这件事儿特别可笑。你后边一直说，我就会一直告诉你。一直拿证据扔，你就一直讲。对。可是我没别的了。没有别的了吗？真的吗？不可能！您这么厉害的人，没有发现我后边的。我应该不说那么多的啊。第一轮的搜证都已经大家串起来了，有一些故事。小涛，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好的。
我主要是看了一些尸体附近的一些线索，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都看到他是背后这个左侧的后背这个地方中了一刀嘛，刀也是直接刺穿了他的心脏，所以这个应该就是致死的原因了。然后右手里面发现了一支握得很紧的钢笔，对，裤子兜里面发现了一个公章，是更名后的那个公司的名字，好坏的好。他相当于是死前握着钢笔，并且身上带了公章，所以我猜测他有可能是有要签什么东西，合同之类的。更名后的应该不是我那个。他就从来没有想过要给你盖章，因为他发现你骗他了。对，他不会签那个合同的。对，他知道他是骗的，所以他把公章放在身上这个事情可以理解，但是手上有钢笔一定是要写什么东西，所以就是不知道他死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是看到了桌子前面有一个酒柜，旁边有雪茄盒，雪茄的下面发现了一个钥匙，这个钥匙就是他的这个私人空间的钥匙。目前也没有人去发现有第二把钥匙，或者是承认还有别的钥匙，而且这个是他的私人空间，暂且可以猜测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密室，因为只有这一把钥匙，并且在屋里面。所以就是我有注意过那个门。它门是有2个可以锁上的方式，一个是旋转这个旋钮是可以把它锁上，然后它的下面其实还有一个门栓，但是我们把那个门踹开之后，上面的门锁坏了，下边的那个门栓那个地方是好的。对，当时没有用门栓嘛，否则门栓会直接带一块墙出去。那如果只有一把钥匙的情况下，它只能是在用一些什么机关也好，或者什么东西也好，在外面把这个东西再拧上去，反锁了。对，然后我是看到上面这些不知道是不是划痕，你们也可以看一下。要还原这个机关。然后是在桌子上看到了一些就真好喝这品牌的新闻，还有一个信息就是说他的爱好嘛，说他喜欢收藏刀具跟喜欢海钓嘛。然后也有一张照片，这个照片上就是旁边有一个桌子，桌子上有一个刀架，上面摆的就是今天这把凶器。哦，等于他那个刀是在边上的，他自个儿屋里的。就是凶手不是带凶器进去的，而是利用他现场的。这就2种可能，一种是激情杀人，就是现场看到这个刀我就利用了这个刀；还有就是看过这个新闻的，知道他的房间陈设里面有这个东西的人，他就自己不带凶器，然后进去利用现场的凶器去作案。这个只能证明了行凶者跟他的关系是很亲近的，可以跟他在同时空的地方可以有一个很近距离的接触。应该就这些了。然后乔四儿，好，乔四儿，热心邻居，哇，变成了乔四儿。我的发现，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在桌上有这个日历，这是今天的24号的。他今天的计划是9点钟公司新品试喝，那9点，然后11点半惯例看销售简报，然后12点08分开业剪彩，12点。他只有第一项计划，公司新品试喝是打勾的。旁边的笔筒里面呢，看到了昨天的这个计划。11点半是惯例看销售计划，打勾。下午2点半是打高尔夫球，打勾完成。就说明他的习惯是，如果我看了我会打勾，就打勾。他每天11点半钟，他都有一个看那个销量简报的习惯。那么他在看销量简报的时候，手上会不会拿笔？有没有一种可能，他还是看了这个销量简报，要打勾的时候，在日历上打勾的时候，包是在外面。他在销量简报还没看，那个是在门外面放着的。你看，包括他下面这个老板的批阅意见都没有动笔，应该是一份新的当天的这个简报。他的销量简报没看，等于就能够推断是在11点半以前，对吗？11点半之前。然后我们也发现了他的一部手机，这里有一部手机哦。95年的7月10号，他给这个他自己的黑心妇发了一条短信，
融化你的新品研发项目只允许失败，不允许成功，架空它。哦，对，不是你的能力不够，不是你的能力不够，姐姐。是你本来能够成功的哇。黑心妇回的是好的，老板安排。今年96年的2月10号，他给最听话的小弟发去了一条讯息：老子混了40多年，第一次有狗要背叛我，我要让小张死在2月14日。也验证了刚才一条信息，这个小弟跟他的关系很好。他就是来砍我的人，但是他在围我的时候放水了。然后这里面就有他的回复了。对不起，老板，让张哥跑了。老板的回话是：你知道惩罚是什么？对，被剁手的就是这个小弟。所以说明张德转没有说谎。对。好吧，咱们梳理一下跟他的死有什么关联。我先说一下我的杀人动机。首先，第一点呢，我的毒茶事件是他做的，然后呢，包括我的最近的所有的这些复评都是他在弄的，同时呢，我发现他并没有信守他的承诺，做好我父亲留给我的公司，而是把它都变成了自己的糖水铺。更重要的是，他把我们家的第一家这个白手起家的店变成他的第100家店铺，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呢，我是就是非常非常想要干掉他的，对。我目前为止呢，是因为把我爸爸一手创立的这个事业，所有的股份全部都骗走，甚至于是伯伯家的我的弟弟的产业也被他全部都搞掉，对。哦好，因为他发现了我是个所谓的骗子，然后他那个在我录他的录音嘛，那等于他明天就要杀掉我。对，所以这是我为了自救的，杀鸡。对，我确实在心里是有动机想要杀他的，但是还没有，你的故事其实没有完全触发，对不对？对，我还没有开始想要行动。我觉得大家对我应该不会有很大的一个怀疑。有，投的。我的杀人动机就是因为他要杀我，而且我要带走爱的这个决心。那你今天来这儿是杀他，就是要杀他？对。其他几个人来这是因为要参加他的开业典礼吗？他肯定啊，他是副总啊，他是老婆代言人呢，他是投资方啊。对，因为他明天才要杀我。那其实他今天是没有受邀来的，受邀来的只有我今天没有受邀，我没受邀，不就是除了你俩之外的3个人？对，我就先打，我觉得可以。师大祝你好运，祝你们好运，加油！一头雾水。你有怀疑的人吗？怀疑的是那个荣是吧？他们中间其他人有人说谎了，可能在这个10点到11点半中间还有人再来过。有一个细节是，就是单美丽说的是，她到的时候她想去敲门，但是荣说拦着了一下，就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对，在拿笔的时候一定是他没有意识对方要行凶的，忽略了他是在放松的状态下情况下。那感觉艾美丽会有什么东西让他签吗？我觉得吧，第一咱可以去行，直接投一个。好，开门，我们投对了。死者是背对着他中刀的，能够这么亲近，谁来过？爸爸不是意外死的，我是没有想到你的父亲居然那么好对付。我看到了他把他误杀了，砰就是一拳，被他打死了。你被这个姓甄的弄得团团转，
我就想把你们两家都给毁了。他也毁了我的人生。没两个杀他吗？他觉得一点点好处都没有。我觉得长得拽也要杀他。艾美丽逃走了，你真的是很容易上当的嘛。他们中间几个说谎了。我要查清我父母的事情，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很难得的机会。我今天必须得把那个张盖骗他1个亿。看你就不像好人。你把那个空间做成了密室，对吗？你们自己猜呀，几个大老爷们还猜不出来。10点以后你来了吗？你猜，你为什么见的？你猜。这个密室是不完整的啊？计划只完成了一半。侦探，这真有东西，有东西。好。你跟好到底什么关系？京东好物来加码，破案神速又潇洒。本节目由首次冠名大侦探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洁白的纱，涉暗藏穿梭，嫌疑人活，无辜者在面具之下，对错善恶随时调换角色。世界的浑浊，醉与爱同歌，人人有话说。你呢？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超多高能瞬间。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1点资讯、Zaker、澎湃新闻。案情看不够，上 QQ 阅读探索更多悬疑小说。感谢特别合作探探、百度输入法、WiFi 万能钥匙、达达快送、智行、百度网盘、网易有道词典、虎牙直播、YY 直播、智联招聘。感谢媒体支持：中新网、凤凰网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国际在线、新闻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榜、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疆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